是鸡不能进城，凡人带家禽进城得办证，要么交清洁费。那大的胆儿，本凤凰那些万年还没哪个火棍敢怼到本凤脸上。本凤要别冲动，听话。哎呀，官爷，这即使俺庄上最能下蛋嘞，俺还指望着他下蛋换盘缠嘞。他干净着了，从来不随地乱屙屎。还有这条狗，这么大体型，看着像野狗，咬人怎么办？大黄乖着嘞，他连骨头都懒得啃，平常就吃点石头磨磨牙，保准不咬人。本尊纵横洪荒数万载，吃人，尔等凡夫俗子的浊气也配脏了本尊的牙？行了行了，要么交10个铜钱，要么去旁边等着办证，别挡着后面道友的路。大黄、小红，要不咱们走山路绕过去？随你。那要走就走。让开！都瞎了吗？是绿树门储值场的车，快闪开！找死的凡人！跪下！我的菜！对不起啊，公子，我家狗长得太丑，吓到你的猫哦不老虎了。敢说本尊丑？废物！起來！嗰個大佬喺出邊守實，打死我都唔肯起身啊！你對我的靈獸做了什麼？真對不住啊，估摸是他清早飯吃了蒜，嘴里的味老重了。可俺这棚里的菜叫你那老虎给压坏了，这俺可是要拿去卖钱哩。你瞅瞅，叶儿都断了，这咋卖得出去啊？这可是俺家种了老长时间哩。滚！拿去买棺材都够，别挡本少爷的路。这石头里头咋真嫩多，灰扑扑的，里头那点能量还不胜小红才刚倒那小石子多嘞。俺的菜叫你压坏了，就赔个这破石头，打发要饭的嘞。大黄，走，咱不进城摆摊了。听人家说那上头的大宗门讲理，咱去那瞅瞅呗。也罢，本尊就陪你走一走，看看这所谓的仙门够不够本尊一爪子拍。结果，别踩着俺的鸡！这帮小卡拉米身上喷的啥腌入味，都盖不住那菜鸡的味儿。哪儿来的乞丐？怎么混进来了？你看他那筐里还露出来几根菜叶子，天哪，他是来卖菜走错路了吗？下一个。姓名奇怪，职业特长。江诺，俺家在长生村营生种地里。种地的？你当逍遥宗是收破烂的？恁这山头上恁多野草，总得有人薅吧？我没听错吧？这年头种地的也想修仙？这里是逍遥宗选拔弟子现场，不是招地农，把你这些家畜处理一下。家奴家畜，恁全家都是家畜，恁捉死你个粑粑！快看，是御兽门的楚少，好大的排场！哟，这不是那个碰瓷的吗？咦，是你啊！可正好。才刚你给那块石头成色老来了，压根儿都不够赔俺的筐跟菜，咱得重新算算账。嫌少？你那一筐烂菜叶子，喂猪都嫌寒碜。本少爷给你那块灵石，足够买下你们整个村子。不知足的东西！你看清楚，这可是下品灵石，那石头是真来，你瞅瞅，连点亮气儿都没，灰扑扑的，里头那点子能量还少了可怜。这女的想钱想疯了吧？下品灵石还嫌差，我1个月利钱才2块。这就是典型的穷山恶水出刁民，想赖上楚少呗。2
只杂毛狗也敢在本尊面前呲牙？就这啊！俺大哥还没起身来，恁俩就怂成这熊样了。想算账是吧？行，等会儿测灵大会结束，出了逍遥山地界，本少爷有100种方法让你和你的狗消失。肃静！逍遥宗收徒大典即刻开始。第一关测灵根，资质优异者入内门，中等者入外门，下等者遣返。李3，金木火3灵根，下品不合格。王5，水土双灵根，中品外门。单系火灵根，上品，好苗子，直接入内门候选。下一个，那个带鸡带狗，职业是种地的，上来。这也太寒碜了，他是把全部家当都背身上了吧？快看那条狗，腿都在抖，是被吓的吧？的确在抖，但本尊是饿的，要不是被主人牵着，本尊一定冲过去，先把你这小胖子吞了。手放上去，凝神静气，把体内的气往石头里引，动作快点，后面还有人等着呢。估摸就跟搁村里的时候给村长修那老接触不良的聚灵灯差不多，手往上一搁，再输点子气力，都能亮一整黑了。但愿能多亮会儿，可别太丢人。去！连个屁都没放出来，我就说嘛，凡人就是凡人。这可不能赖我啊，长老，这石头是不是过气儿了？我就轻轻摸了一下，它自己都垮了。真的，我就使了白玉米那点力儿。这根本不是打碎，这是哭死。咱先把话说透了啊，我可没钱，这都是物件老了出了毛病，全是恁宗门没官僚到位的事儿，可不能讹人啊。肃静，测灵石乃是灵物自有灵性，方才检测结果已出，此女肉身力量极大，蛮力破坏了测灵石，她体内没有任何灵力波动，毫无灵根。原来是个蛮力女，还以为是什么绝世天才呢。我就说嘛，一个村姑能有什么天赋？原来是个只会干农活的莽妇。那长老，我算通过了没有啊？虽无灵根修不了大道，但念你天生神力，暂定为杂役级资质，准许参加第2关考核。多谢长老，那关吃关桌了不？第1关测灵结束，第2关生存试炼，里面投放了大量妖兽，任务是在里面生存3天，尽可能多猎杀妖兽，获取兽核，先路争锋，生死自负。小黄，都抓到了！心里头要是走散了，记着围着我找我，可别叫人过去准了。鸡还在嘞，狗还在嘞，筐也没回。咦，这不是紫雀草吗？俺老家满山都是，猪吃了上标老快了，要是挖回去够大黄吃好几顿嘞。说发了！大黄盯紧了，可别叫旁人抢了咱的猪草。这叫唤声跟村里过年杀年猪的嚎叫声都有一拼了。这野狗个可不小啊，毛看着老煞实，刚好入冬，正缺个褥子嘞。大黄，你瞅这货能抓回去给你当个伴不？这种垃圾也配？快跑！那是3级的铁背苍狼，别靠近！小心！跑能快弄啥了？这一身肉要是撞雨柱血了，皮毛可就不值钱了。3阶蝼蚁一身骚气，也配给本尊当褥子？滚远点，别脏了主人的眼。这就撒尿了，刚才瞅着怪凶的，咋是个软脚孩啊？这林子里的野狗成色也太差了吧，还没村头王华夫家那赖皮狗蛋大。算了，恁送个货，带回去碰见偷鸡贼，还指不定谁护着谁嘞。再说这肉瞅着全是腱子，肯定柴得很。贼呀，大黄你吃不吃？中吧，你也想不中，滚吧，别搁这碍事，我还得挖野菜呢。这野狗没撞着恁吧？
城里头路滑，走路可得瞅着点儿。走喽，大黄，小红你也别睡了，盯紧点儿，别叫刚才那送货半路再窜回来。师兄，那是哪个风的真传师姐吗？肯定是体修吧？体修吗？但他身上一点灵力都没有，刚才纯粹就是那狼自己吓尿了。激动个啥嘞？俺鞋带松了。不错，这个穿白衣的小子剑法凌厉，面对疾风暴竟然能坚持3招不败，是个苗子。长老快看，是刚才那个杂役自制的村姑。这女娃毫无警惕，怕是要第一时间被淘汰出局。这下可紧实了，不会再松了。这是运气。这要是运气，未免也好不过头。按老家的规矩，越险的地界也为越肥。我记得考官好像说过，这回考核有个啥最终 BOSS， 是一头变异的火焰鸟。小红，你说那只火焰鸟抓回来给你配个对中不中？你成天就知道吃，也不下个蛋。不要倒把婚姻！那烤了给你吃总中了吧？他刚才是不是说越危险也为越肥？当初标注危险区域，就是为了让考生知难而退，保住小命。这丫头倒好，拿死亡地图当美食攻略看。那是死亡禁区，我明明在地图上标了骷髅头，他是眼瞎还是不认识？唉，看来刚刚鬼面毒株的事儿，的确是他运气好。乖乖嘞，还真是紫叶子，城里人也养猪啊，不然种那多猪草弄啥嘞？这土有点板结了，得松松。这种猪草最吃肥，回头得弄点桃木灰撒里头。咦，小红，恁干瘦的蛇你也下得去嘴？你这会儿口味咋恁差啦？本凤还不是为了救你！中，蚊子再小也是肉，拿回去炖个蛇羹，给你补补身子。这还差不多。先吃饭，大黄去拾干柴，咱做个叫花鸡。他全拔了，连根都没留，那是紫云花呀，是明年宗门炼丹任务的指标啊！师叔，恁要不要去阻止他？怎么阻止？你去还是我去？没见那蛇怎么死的吗？他这是在生火。大黄，别火！哎，太过了啊！小火慢炖，懂不懂？嗓子眼收收。也就你敢敲本尊的头？就一口，吃一口说不定就能筑基。好了，开饭！急什么？烫死你！这只先尝尝咸的。那个，作为监考官，我有权检查考生的作案工具。检查个工具，还得把骨头都嚼碎了啊！坐下，那是考官，咬死了可得赔钱嘞。这肌肉里竟蕴含一丝纯阳真火，我卡了10年的瓶颈松动了。本尊吐的一口本命真火烤的鸡，便宜你这胖老头了。若非不想惹事，早把你炼成丹了。这位弟子，本执事刚才是在检验你的试炼成果。检验结果咋样？输了不？输了，不是，
这不是重点。无才紧急是本次试炼压轴考题，按规矩得带出秘境才算得分，现在鸡没了。进了考官肚子里，算不算带出秘境啊？咋说恁也得出去不是？这逻辑竟然该死的严密，算你通过。但检验过程不必向外人道也，懂我意思吗？那俺的分嘞？满分。试炼结束了，赶紧走，不然一会儿巡查长老来了，我也保不住你。大黄，干活喽！嘿咻嘿咻，加油！小红，你再不干活，我把你毛全拔了，叫你变铁公鸡！都给俺听好了，不想变烤串串的，自己动。对了，芝士，下回想吃可得记着给钱，俺这是小本生意嘞。这哪里是招了个弟子，分明是招了个土匪进村呢。哎呦，我的腰！这件试炼太难了，那铁皮猪简直是疯的，皮厚的连爆炎符都炸不开。楚师兄出来了！疾风狼练气就能毒杀3阶妖兽，此等战力放在内门也是佼佼者。这可是3阶疾风狼啊，速度快如鬼魅，我连影子都摸不到。这就叫云泥之别。咱们是去求生的，楚师兄是去进货的。此次试炼魁首非楚兄莫属了。阵法要炸！嘿咻，大黄，别偷懒，使劲往外蹬。区区几只2阶杂碎，也配让本尊亲自动手？若非小丫头主人说要加餐，早被本尊一口吞了。长老，交卷，这些放哪儿？别跟那榔头放一块儿，怪血腥的，吓坏我的猪。胡闹！这里是宗门试炼，神圣庄严，你把这当菜市口了吗？不是说生存试炼嘞，俺搁村里都是这么过日子嘞，见着猪就逮，见着草就磕，难不成城里规矩不一样？逮住了还得再给他放回去？先跟你说妥啊，这些都是我凭能力逮的，算我私产。宗门要是不收，我都带回俺家自个养着。那是妖兽，不是家猪。谁家养妖兽用粗麻绳捆着嘴拖回家的？长老，弟子怀疑他作弊。铁皮猪性情暴躁，怎么可能这么乖顺被捆着？一定是被他用违禁药物迷晕了，或者这根本就是他带进去的家畜。对啊，哪有人能活出这么多？他身上一点灵力都没有，怎么打得过千真兽？肯定是作弊。你说这是家牲口嘞？难道我说错了？走，给这位眼爪类师兄瞧瞧啥叫野劲儿。回来吧。乖嘞，还没到饭点嘞，别瞎闹中不中？这会儿醒了吧？这真的是野生嘞，劲儿大得很。活的，真是活的2阶铁皮猪。一嗓子就喊回来了，这什么手段？行了，试炼只看结果，不问过程。既然带出来了，就算成绩。2阶铁皮猪活体50分，还怀着崽儿，算70分。3阶千真兽活体30分，疯兔一对40分。本次试炼积分榜首江诺，总分1280分。第2名楚师兄才320分，这村姑是断层式第一啊！接下来各封选图。此女无灵根，一身泥腥气，连剑都拿不。我们要了何用？不要。下一位，这种不懂怜香惜玉的粗妇，进了我不死峰也是炸炉的料，坚决不要。御兽峰只收有灵石天赋的弟子，此女手段粗鄙，不和我封道统。不要。别搭理他们，一群没眼光的含糊，俺们自个儿单干。
想要是吧？那这第一名能兑成钱不能？要不换成块地也中啊？有些第一不过是个笑话，没有灵根，修真界就没有你的位置。还是带着你的猪回乡下种地去吧。一群井底之蛙，连真龙在侧都不是。他日你们连仰望本尊主人的资格都没有，这破地方咱们还不稀罕待呢。既然各峰都无意接收，江诺，你就去砸一峰。砸一峰，听说地底下全是煞气，进去待1个月就折寿。上一任杂役弟子出来时疯疯癫癫，说看见了地狱。砸一峰，好去处，那里确实适合你，毕竟那是连宗门的看门狗都不愿意去撒尿的地方。杂役峰那块地多不多？能种菜不？猪圈够宽敞不？死村姑，去了那儿你就等死吧。这股味儿，那是煞气，吸入一点就坏根基。你求求长老，哪怕做扫地杂役也别去那儿啊！这股煞气，这不就是分肥欧过劲儿那股味儿吗？搁俺们村里，就这种地种出来萝卜，能长到个大腿嫩粗。长老，那片山头上的地全是我的。对，整个杂役峰随你处置，有现成屋舍，遮风挡雨没问题。管饭不？自负盈亏，不过山上野物不少，有本事饿不死。有地儿有房，没人经管，还有一坡野吃食囤着。中，我的乖乖！大黄、小黄，走嘞，这有新家啦！那地方好吃的挺多。去给杂役峰那边透个气，就说这位失恋第一，脾气大得很，未必把那位疯婆子疯主放眼里。师兄放心，光那煞气和那疯子就够他喝一壶的。大黄、小红，恁瞅瞅这地方是不是跟咱村后山上那片乱葬岗子一模一样嘞？比那儿强点儿，至少没那么多老鬼半夜出来借粮。中，也是嘞。村长老早的说过，外头天底下都穷得慌，哪能养活住恁些鬼怪嘞？连鬼都穷，那还有啥好怕嘞？城里的妖兽也太金贵了，就这点味儿都收不住，还不是俺村里猪蹲粪坑边上都能睡得呼呼嘞。这块地能种多少萝卜嘞？到地儿了，只要锄头抡得好，啥鸡都能变金元宝。少倒点零嘴儿，等会儿还得喝汤吃饭了。有人么？滚！师傅，这就是恁待客的规矩。虽说咱这山头人不多，可也不能一见面都往人身上扬灰啊。你没感觉？啥感觉？这风可得劲儿，就是灰太大。凡人，可凡人进院子的一瞬间就该化成脓水了。难道是天生废品，前缘气质？那老不死的宗主又给我塞了个麻烦精。新来的杂役中，俺是徒弟江诺，才调过来嘞。认了门就滚吧，这地方不是人住的，没饭吃没月钱，连水都要去30里外挑。宗门那帮老东西早断了这里的供给。怎么饭吃？穷死了，实在是太穷了。明白了，在这儿你会饿死。房子漏风漏雨，连像样的床都没有。没钱了就去挣，没吃的就下地种。房子烂了咱就实到实说。你想干什么？这地儿硬邦邦嘞，走个路光半脚，我给他松土去。这土咋嫩硬嘞？比俺老家村口冻住的土还瓷实。这土可得摊开晒晒，潮得慌嘞。起开，别耽误俺睡美容觉嘞，中不？味道寡淡，勉强润润嗓子。纯娘，你若再吃成了打嗝，本尊把你倒吊在树上。这活干着怪得劲儿嘞。小红，你咋吃嫩些嘞？吃多了搁肚里不消化，这又不是啥金贵好东西，罚你今儿一口饭都不能吃。恁这帮人气机太狠嘞！师傅，地都给你扫净了，就是这土有点薄，回头弄点粉上养地。对了，师傅，你刚说了啥？
叫我滚嘞！我是说，既然地都翻了，那就别滚了，把地弄脏了还要我收拾。周师傅，恁尽管放宽心，我干活手脚利索着嘞，指定把这山头拾掇嘞跟花果山一模一样。既然留下了，有些规矩得跟你说清楚。师傅，您尽管说呗。第一，杂役峰是宗门弃地，没有资源配额，不发月钱，没有丹药，也没有零食补贴，不开工资？对，住随你挑，吃自己解决。宗门食堂在30里外，去吃要给钱，我也没钱给你。杂役进大仙门，过得还不如村里头嘞。第二，杂役峰没有护山大阵，这里曾死了很多人。半夜看到不干净的东西，别大惊小怪，也别指望我救你。没啥事儿，我可不怕鬼。第三，也是最要紧的，没事别出去惹事，要是惹了麻烦，别说是我徒弟，你要是被人打死了，我就直接把你埋后山当肥料。师傅你放宽心，我这人从来不会招惹人，旁人不先惹我，我半点不会先动手。信个鬼！行了，早点睡。大黄小红，咱这算是摊上一门穷亲戚喽。不害怕，再穷，咱也得给他弄富裕了。俺师傅说了，眼下没吃了也没1分钱，想把这块地拾淖着种上，还得买籽儿、买化肥、买出现篱笆这些家伙。明儿咱去赶个会，把这一堆山货都卖了，换俩钱好踏踏实实吃几顿饱嘞。明天坊市里那些修真者，怕是要遭殃了。俺的仙丹嘞！干啥？开饭啦！有人进去了。谁？主人的师傅。咋弄嘞？可咋办呢？咱们不能轻易暴露身份，否则会给主人招来灭顶之灾。这女人修为不低，暂时没有恶意。那咱咋弄嘞？等，一旦有任何不对，我直接吞了她。算了，反正也是个没人要的傻子，又能翻起多大浪？2个小东西倒是忠心。城里人真穷嘞，连块像样的石头都拿不出来。可惜俺那捆水灵灵的野菜，就换这2块灰不拉里的石头。那是下品灵石，在外面也是硬通货，也就你个败家仔看不上。唉，中，来都来了，就搁这儿踏实待着吧。这放是护指嘞不是？小啥的小？早先在村口那棵叫雷劈死的老树下拾嘞，原先想着当柴火烧嘞，可巧拿它做个门框正好。大黄，往后边挪挪，别挤着你了。小师妹应该去访视了，我得趁她回来前赶紧拿了工具走人。这味道，难道是传说中只生长在绝地、3000年一开花、3000年一结果的巫道茶树？住手！那一锄头下去，周围空间都扭曲了，这特么是什么怪力女？咦，你是谁啊？想讹人嘞？我可没1分钱，地是你自己搬到摔嘞，跟我没关系。师妹，你把这神木劈了？就是嘞，这破木头硬得很，震了我手都发麻。原先还打算拿做门框嘞，现在看只能劈成板子补墙用了。烂木头太硬，这可是巫道茶树，化神期真火都炼不化的神材啊！师妹，且慢，
这活太粗糙了，放着我来。我是个木匠，修门补墙的事儿让我来。你来，不用掏钱吧？不用，免费倒贴，只要地上这些碎木渣子归我就行。就石头这点破了。城里人真可怜，连点木头沫子都争着抢着要。中，那你拾掇吧，拾掇好了，剩了那些碎料全都归你。多谢师妹，师妹大义。乖乖，全自动施工队了！天机百炼，起！手脚这么慢，雕工也勉强能看。这要在神界，也就配给本尊雕个剔牙的签子。门槛垒高点，免得下雨往屋里灌水。窗户别整那花里胡哨的，结实难用都中。明白，防御等级拉满。师妹，幸不辱命，您验收一下。乖乖嘞，这咋嫩嫩了？还管自动怼屁股？这是为了方便上货。中啊，三师兄，手艺真不赖，就冲着能自个儿收拷贝的椅子，高低得给你点个好评。三师兄，剩了那些木头渣子你都撵走，回头再给我打个洗脚盆中不？洗脚盆？用雾道木做洗脚盆，那洗出来的脚是不是能直接踏碎虚空？本来想着请你吃顿饭嘞，俺这儿也没生火做饭。师妹要是饿了正好，大师兄应该在善堂备菜了。大师兄嘞？对，大师兄陆文慈，咱们峰唯一的主修，虽然脾气有点怪，但他做的饭真能让人把舌头吞下去。交钱不要？杂役峰弟子，管饱。走，大黄，领着你去蹭大户的饭。人家管咱饭嘞，大师兄，头一回见面可不能空着手去，烧点咱老家土特产，添俩菜，也显得咱新来的懂事守规矩。那是9阶神药还魂草，传说中能让人起死回生的还魂草，拿这个去夹菜。肉质松散，毫无弹性，灵气驳杂的像阴沟水，这种垃圾也配进我的锅？紫色的跳跳糖味骨头。大黄，你弄啥嘞？哪来的野狗，竟敢吞我的火！这等斑驳烈火，本尊替你吞了，是你的造化。师兄可不敢冲动，这是自家养嘞，他不懂啥事儿，就是恶狠了。吞了我的本命火种，他确实不饿，正好火没了，就用他的血来祭灶。师兄，我赔中不中？这是俺家里捎来的土产。赔？你拿什么赔？那可是紫金灵火，把你们全家卖了都。这是外界只要出现一株，就能让9大宗门打出狗脑的9阶神药还魂草。这野菜确实有点苦，大黄都不待见吃。要是不够吃，筐里头还有几根萝卜嘞。够，太够了！这等劣质火种，勉强当个漱口水吧。师兄，大黄看着像是肚里不得劲儿，消化不开。紫极天火，咋是被这狗的胃提纯了？给你提纯一下，免得烧出来的菜脏了本尊和主人小丫头的嘴。起锅！做个饭咋还放烟花嘞？成了，尝尝。味儿太淡了，猪油也没放。这野菜本身都可寡淡，切几片腊肉搁里头爆炒，味儿立马都上来了。就这清炒的做法，也就喂兔子才会这么弄。喂兔子，这可是最纯粹的本味烹饪，是追求大道的极致。坏了，这味儿冲得很，可别把狼引过来了。赶紧吃，别留一点痕迹。师兄，你醒啦？你这身子骨也太弱了，看人家做饭都能晕过去。我的还魂草，菜一根都没剩下。我瞅你迷迷糊糊嘞，那块红棕肉又切一半搁案板上，怪可惜嘞，顺手都给炖锅里了。你怎么做的？添上水，搁上肉，又抓了点花椒大料，
咦，抽着肉有点腥气，又从筐里薅了一把干辣椒放里头。如果没看错，那是长在岩浆边的烈阳朱果。输了。20斤，那是俺的锅。败家，太败家了！烈阳猪果做调料，赤宗猪肉用紫极天火余温慢炖，这一口汤的灵力浓度，市价至少50下品灵石。50块灵石一口嘞，不能浪费，给我盛一碗，吃进肚子就是赚到。都别抢了，人人都有，排好队，把碗端过来。太奢侈了，这顿饭吃掉了半条灵脉。肉有点老，下次多炖2颗钟。师傅，您醒了？没醒，梦游呢。你咋啥都吃了？杂役风，很久没有这么热闹了。大黄，这地方虽然破了点儿，人还怪好嘞。恁多人要吃饭，光靠打猎可不中。明天开始种地。主人这丫头，一天不折腾就浑身难受。罢了，本尊替她兜底便是。这就是四师兄说里稍微有点贫瘠。这地比村口王大爷家的粪坑还死硬。地不种就得养。大黄，去那边趴着，白崩一身泥。这地得深翻，把底下的肥力提上来，再晒2天太阳，撒点草木灰，开春就能下萝卜种子了。昨晚那顿饭吃掉半条灵脉，三师兄的木料费还没结，大师兄的食材采购超支了。一喜，那个方向，后山煞气眼，我的地皮，我的资产！住手！小师妹，快住手！那是地煞，碰到会死人的。这地皮经不起你这么砸呀！师兄，你来啦，没事儿，这地确实有点板结，不砸碎了，种子下不去。这不是板结，这是……息壤？不对，不是传说中的先天息壤，但已经有了息壤的3分神性，这是火土。先天息壤的3分神性，修真界那些大能耗几百年才能养出一小块火土，小师妹几锄头就砸出来了。师兄，你挪挪，还有一大片没翻呢。别，千万别动！我是说，这种粗活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干？万一累坏了怎么办？这哪里是锄头，分明是能重塑地脉、逆转阴阳的神器。要是让外界知道杂役峰有火土，大宗门的太上长老都要跪在山门口求够泥巴。我不累啊，这深耕杀毒我熟，早先在村里经常干。深耕杀毒，把足以腐蚀金丹修士的地煞当害虫杀。小师妹，这地你打算种什么？必须种9品神药，不，乌道茶也行。没啥好种子，就是搁老家路边拾了野菜籽儿，还有些吃瓜土里籽儿，掺着种呗。野菜那分明是真龙果核和雷血藻。小师妹，要不咱们还是规划一下间距。不用那么麻烦，长出来了谁旺谁就活着呗。水太少。
小水就长成这样，这是种地还是施展造物神通？大黄，看好地，要是要鸟啄了，今晚没饭吃。区区几株破草也配让本尊看守？罢了，谁敢动主人小丫头的菜，本尊生吞了他。这地太肥，就不该叫那些水。长这么快，口感肯定老，全是纤维，猪都不一定爱吃。这味儿比俺在凤巢文国里万年梧桐果还香。小红，过来，阴天最容易生虫，赶紧去地里瞅瞅，菜叶子要是叫虫蛀了，今晚可没米糠吃嘞。俺分天不似凤，吃虫子，那是翻鸟干的。嘎嘣脆，灵气真纯。小红，稳重些，别跟没吃过好东西的土鸡一样，丢本尊的脸。这就对啦，好好干活，把虫都叼干净。不过那种花里胡哨的、颜色鲜艳的别瞎吃，小心跑肚。你才跑肚嘞！长得真磕碜。虽说这有点畸形，但水灵劲儿看着怪足嘞。凑合吃吧，回头切片炖排骨，给大师兄补补。别哆嗦了，俺当年也是能过来的，习惯就中了。这好根须王氏的野草最膈应人，转腔养料，晒干当柴火烧。那是紫府草，开始害的，拿来烧火。这股气息，这是异宝出世。碧玉金光松、紫府草，还有那筐里的万年血域身王，已经化形生出灵智的极品，居然被像垃圾一样扔在筐底。一个凡人守着这么一座金山，就是原罪。全挖走，再放把火烧干净，谁知道是我干的？咋感觉有一股子贼眉鼠眼的味儿飘过来了？大黄，阴性的，好家伙，城里耗子都会隐身，进化的够快的。能延寿500年的神药，有了它，元婴有望。好大一只耗子，敢偷我的菜！金刚罩，能挡同阶全力一击，区反铁农具，反震之力就能震碎这丫头的双臂。怎么可？好嫩快！刚才明明砸住了，摸着跟砸住硬壳虫样，还冒金光。大黄，往后警醒着点儿，这号会发光的硬壳老鼠最不好逮，下回别睡那。金丹蝼蚁也敢来本尊地盘偷菜，也就是主人小丫头出手快，不然本尊吹口气便让你神魂俱灭。什么声音？好像是个人飞过去了。我看着有点像丹顶阁的长老服饰。别瞎说，丹顶阁长老怎么会被像扔石头一样扔出来？你说什么？沿海峰那个老东西被扔出来了？千真万确，外门都在传说杂役峰有护山凶兽。沿海峰一个金丹初期被杂役峰的人扔出来，蠢货，肯定是中了什么陷阱。既然有凶兽传闻，那正好，如果是江诺养的，就抢过来；如果是野生的，更要抓回来，顺便给那村姑一个教训。传令下去，把赤焰虎喂饱，明天一早去杂役峰拜访新邻居。楚萧连赤焰虎都骑出来了，那江诺完了。咋那说人，都是来赶集嘞！江诺，少装疯卖傻，
有人举报你私藏凶兽，意图谋害宗门长辈，交出凶兽，否则别怪我不讲情面。凶手？俺家没养凶手啊，就养了一条狗，还有一只鸡搁山上下蛋，那弄错了吧？就这就是你的灵宠？这玩意儿给我家疯狼塞牙缝都不够。他叫大黄，很乖戾，从来不咬人，恁别吓着他。既然你不教，我就自己动手。赤焰，给他点颜色看看。这毛子真丑，几天没刷牙了。大黄别怕，姐姐搁这儿了，他不敢咬你。感人至深的主仆情深啊！赤焰，给我上，断他2条腿！不长记性的东西，还敢在本尊面前呲牙！又係位大佬，上次喺城門口就係佢，打死我都唔起身啊！二阶巅峰的赤焰虎被一条土狗吓趴了。我是不是昨晚修炼走火入魔了？这幻觉也太真实了。赤焰，给我起来！关键时刻掉链，回去扣你口粮。师兄，你看赤焰。起来，咬死他们！给我起来！别打了，他都吓尿裤了，你还打他，有没有点公德心呢？我的腿，大黑，你起来啊！师兄，我的河口吐白沫了。那个，你们是不是没给他们吃饭啊？怎么一个个都饿晕了？好，很好。江诺、杂一风，我记住了。哎，那了毛不要了，不要我就拿去腌肉了啊！这伙人真没撑死，随地大小便。跳梁小丑，若非怕血脏了主人小丫头的地，你早死10000次了。不可能！一只土狗绝不可能吓住赤焰虎，一定是用了药。谁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楚师兄不想报仇吗？不想撕碎那个让你颜面扫地的女人吗？你有办法。狂暴引兽粉，撒一点点，方圆百里妖兽就会陷入疯狂，不顾一切冲向气味源头。兽潮，这是死罪。这东西无色无味，连元婴老祖都查不出痕迹。到时候所有人只会看到是杂役风引来的兽潮。那个最讲规矩的戒律堂沈之龟会亲自把他送斩妖台。多少钱？不要钱。事成之后，把那只土狗留给我。那只狗，我要定了。江诺，既然你的狗能唬住我的赤焰虎，那面对成千万万发狂的妖兽，它还能不能叫得出来？明天就是你们的死期。加上地里那批快熟的野菜，下月大黄跟小红的饭钱就有着落了。傻狗，瞅啥嘞？那边黑乎乎的，难不成还有骨头飞过来？饿了。明儿给恁俩加餐，我去后山挖点红蚯蚓。主人小丫头，你心真大。好大的腥气，要变天嘞！这风邪乎，可千万别把俺菜苗吹折了。大晚上的别扰民，大师兄明儿还得早起备菜嘞。小红，
别叫唤了，今晚大哥带你吃自助餐。这药粉这么猛吗？哈哈哈！这么恐怖的兽潮，筑基修士也得被踩成肉泥。江诺，这次我看你怎么死！哈哈哈哈哈！这不是地震，是共振。成千上万的蹄子同时踩踏大地，数量超过5000，二阶以上300，三阶领主至少10头。空气里有狂暴引兽粉的甜腥味，有人想平了杂役风。大半夜拆房了，动静咋恁大？小师妹回去，这是兽潮，快躲进地窖！那头黑不溜秋的是野猪，那头长脚的是鹿，后头那个是大牛蛙，恁多野味儿自个儿送上门来。咱家这篱笆拦不住恁些来客，得赶紧把圈拾掇拾掇。完蛋，小师妹吓傻了。师妹！对，就是这样，撞上去！我要把你被踩成肉泥的画面传遍九州！死吧，村姑！明天头条就叫杂役风嘶哑，妖兽遭反噬，农女惨死兽蹄之下。慌啥嘞慌？没瞅见还没开饭了。敢动我杂役风的人，都得给我变成肉片儿！师兄，你轻点儿，这可是铁甲锡，皮要是砍烂就不值钱了。一张完整犀牛皮能换2袋0米嘞！这都什么时候了？那是杀人的凶兽，他居然在算皮能换多少米？小师妹，这是兽潮，它的皮很硬，不全力砍。不用砍，他已经停嘞。长得倒是怪壮实，咋恁脏嘞？跑恁快是急着投胎嘞？求求把院子踩成啥样？那头带花味的猪可是五花肉，别踩，踩烂了口感都不中了。大师兄，我们要动手吗？动个屁！去拿大盆来，小师妹又要搞批发了。引兽粉失效了，还是这头犀牛本来就是个软蛋？只有一头停下有什么用？后面还有几千头，我看你怎么让他们全都停下！这不可能！凤凰，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。小师妹！啊！傻狗快跑！这大猫疯球了！忙跑！别吼着嘞！滚下来！啊！你不是来咬人的嘞？我就说嘞，哪有动物不爱惜自个儿性命？瞧把你饿的，火都喷不出来，反倒靠撒娇讨吃食。方才那一蹦是饿晕了吧？我还当你要啃俺家狗嘞。行了，
了行了，都别急，既然来了都是客，总不能让恁饿着肚子回去。大师兄，别傻站着了，去给我拿那个最大的木盆过来。木盆？师妹，这可是兽巢，几千头妖兽，你打算给他们洗澡？洗啥澡嘞？这么大活不累死人？当然是开饭，你瞅瞅他们饿的眼都发绿。喷嘞，搞快点！草太老了，得切碎点。都给老子排队！谁敢插队，咬死谁！这就对了，吃饭要讲规矩嘞。慢点吃，别抢。那个长犄角嘞，说你嘞，别挤人家兔子，大黄盯紧点，谁不守规矩，直接拖出去。二师姐，我的机关还要开吗？不可能，那是妖兽啊！是要吃肉喝血的妖兽，为什么他们排队吃草？疯了！我去，这个世界疯了！那可是赤焰狮王，他居然在让人摸肚皮！快拍下来，标题我都想好了，震惊！数千妖兽围攻杂役峰，竟是为了这一口饭！完了，这次不仅没坑到他，反而让他以一种极其羞辱御兽门的方式出名了。行了，吃饱喝足，该干活了。吃了俺家的饭，就是俺家的劳动力。看到那片荒地了吗？谁把地翻了？晚上加餐。混账！那是妖女，她在用妖术迷惑灵兽。什么喂饭？那是妖法！可是师兄，大家都在说江诺可能有特殊的亲和力天赋，甚至有人说御兽门该去请教一下。闭嘴！如果不把这件事定性为驯兽，而是饲养私兵，几千头妖兽足以攻打小宗门了。既然他说那是他家的劳动力，那我就成全他。联系戒律堂沈副堂主，我要实名举报杂役峰江诺私通妖族，囤积兽兵，意图谋反。太棒了，全是免费的生物引擎，这头狼的牛驹起码有3000斤。中嘞中嘞，只要管饱吃食，妖兽比人听话多了。一个毫无灵力的杂役弟子控制了一支妖兽军团，这若是让他成长起来，护山大阵还拦得住吗？江诺，饲养妖兽成群，囤积兵力，意欲何为？立刻束手就擒，随我去戒律堂受审。违法？我说领导哎，饭能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啊！我不就是牵几头小动物种种地吗？咋还违法了？逍遥宗灵兽管理条例第3章第8条，凡宗门弟子私人饲养灵兽不得超过3只，违者按律当诛。你这数量配上甲胄，足够屠一座凡人城池了。这啊，以后啊，进城那会儿办来，花80文钱嘞。在戏弄本座，拿这种凡俗废纸来糊弄戒律堂。况且就算这2张算数，剩下1998张证呢。看人家都是自愿过来帮忙的义工，又不是俺私人东西，既然不归俺，凭啥叫俺办证嘞？无宗门批文，无预授契约，就是违规圈养。按宗规，每头罚款100下品灵石，没收所有非法所得。一头100，那是多少个窝啊？沈堂主，这账不能这么算，这些妖兽是自己跑进来的，属于不可抗力，庄稼都被踩坏了。其次，他们在这儿吃饭是我们出于人道主义关怀，这是善举。不给发感动逍遥中奖状就算了，还要罚款，还有王法吗？他们令行禁制，分工明确，没有妖术控制，怎么可能如此听话？就是自己来的。不信你问他们有没有签契约，有没有发工资。昊天镜分身，若他是清白的镜面自会澄清，若用了妖术或是妖邪，镜光之下当场格杀，神魂俱灭。江诺，抬头。这玩意儿照一下，应该不用掏钱吧？放心，不收钱。
但这光照下去是要受命的。别慌，若近光变色，认定小师妹为妖邪的那一刻，老二切断左侧弟子气机，老四开正本，我负责那个姓沈的脖子。这就是修仙界里的 X 光，还用拖以上不用？怪暖和嘞，刚才被冷累得慌，叫这太阳一晒，跟热敷似的，舒坦多了。领导，我用不用转一圈？后背还用不用也照照？装模作样，定是用了高阶敛息法宝，看你能撑到几时！这瓦数也太大了，费电不费电嘞？领导，你这镜子，它不是搁多买的水货吧？质量瞅着可不咋着。裂了！眼睛，叔，别看我！这都算自然损耗了吧？这回总不用我赔了呗？无妨，昊天境年久失修，阵法回路老化，灵力逆流导致碎裂，与这位弟子无关。我就说吧，刚才那弦听着都像零件松了。既是工伤，那修就不归我了呗。既是工伤，沈堂主可得好好养养。毕竟年纪大了，身子骨确实容易脆。既然镜子碎了，妖也照了，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不留各位吃晚饭了。杂役风穷，没什么好招待的。沈峰主说笑了，既然照妖镜未显妖邪，江洛便不算勾结魔道。但是《逍遥宗灵兽管理条例》第10条3款，杂役风属生活区域，非御兽专用场地，单人饲养灵兽不得超过3只。江诺，你这一眼望去不下3000只，已不是违规饲养，是非法屯兵。我有证嘞。那是入城证，不是宗门养殖证。超标饲养，按头罚款每头100下品灵石，外加环境污染费、安全风险评估费。这是今天的罚单。我们走。这算啥事儿啊？照个镜子还照出来个罚单来？30多万灵石！小师妹，这群妖兽吃顿饭吃掉半条灵脉，现在又罚款你们这些家伙，知不知道欠了多少？整整30万下品灵纸！沈之圭那孙子还启动了风险管控程序，冻结杂役风所有对外采购权限，哪怕一根通厕所的竹签，只要是宗门供应链里的，统统禁售。那外面那些，这帮家伙一顿要吃多少？按最低标准，1天5000灵石，仓库存货最多撑2天。要不把这狗卖了呗？我瞅它怪壮实嘞，肉也不少，估里能值2钱。老子堂堂吞天侯，帮你镇场子吓退兽潮，现在娘你卖我抵债！别闹了，小师妹，那是土狗，拿到市面上人家顶多给2两碎银子，还不够还罚单利息。况且全宗门都知道这狗是你养的，戒律堂盯着，谁敢买？那我种地还债中不中？后山那片地我瞅着怪肥嘞，萝卜长出来要3个月，那时候咱们坟头草都2米高了。没啥别的法子能快钱吗？就好比说有没有那号来钱快不用本钱，光出力气就行了活？有，不仅能搞到快钱，还能逼沈之圭把吃进去的都吐出来。只要赢了就有大笔奖金，而且没人敢在那里卡我们的脖子。宗门大笔？没错，咱们去打架，不为了名次，就为了抢钱。但是今晚的饭菜还是没着落，我去买，我不信他丹顶阁能只手遮天。咋回事？起死回生草咋都蔫了？没水，我去看了。丹顶阁在上游设了洗药池，把活水全引走了，剩下的那点水流过来的全是洗药废料水，带毒。这些苗不是渴死的，是被毒死的。断人水源，毁人庄稼，这跟杀人家爹娘没啥两样。这个语气，上次在老家禁区，有个不开眼的上古魔神踩坏了一垄瓜苗，也是这句话开头。
后来那魔神被追了800里，自愿变成肥料才算了事。既然他们不想叫俺好好种地，那这规矩咱也不用守了。1粒米都买不到。沈之龟和邱鹤龄联手了，这是要把咱们往死里逼。既然正经门片不买给咱东西，那咱就去山里寻点。进货？去哪儿进？后山那是禁地，里面有瑞兽5阶蛟龙。那是蛟龙？我瞅着那明摆着是走动了食材仓跟不跑前的分队，为了拿冠军，还得给大黄添顿好嘞，顺带做套热身。这后山荒里都没法看，野草长得比人都高，真不知道宗门每年批的那绿化钱都花哪儿去了。全是尿骚味儿。不过嘞，想吃肉就不能挑环境。四师兄说了，那条长虫是响瑞兽，咱不能明着吃，得想个法子弄成出意外的样。哎，这儿有羽毛，还是有长虫，出来唠唠呗。这气息居然是个凡人丫头，误打误撞闯进来的。哟，长恁大个，这得能蹲好几波了吧？哎，静点，吵到邻居睡觉了。痛，太痛了！这根本不是凡人的力量，而且这股气息是禁区，是神魔陨落之地的死亡味道。这丫头好，这还差不多。我看你刚才嗓门挺大的，是不是上火了？我看这块皮刀很难受吧，我帮你修修。那是逆鳞啊，龙身上最硬最敏感的地方。别动啊，我手速快着嘞。交换啥嘞？这才薅了1片，再弄2片做成护膝。给我嘞，味道有点像梨子，不过比梨子香。好东西，收下。咋恁客套嘞？我这人讲理，既然你递了保护费，不对，见面礼，那我自然不能再为难你。啦，往后长点眼色，别见着人就瞎嚷嚷。也就我性子和善，换盘人早把你炖锅里了。太可怕了！立刻封锁水潭，必死关，直到那个煞星离开宗门为止。怎么还不回来？那可是5阶蛟龙，金丹期长老去了也得脱层皮。小师妹就算力气大，也不可能打得过那种怪物。俺回来啦。没受伤吧？没被那长虫追吧？没有啊，那条长虫还怪懂事儿嘞，不光没撵我，还给我烧了点土帕。这是5阶蛟龙的逆鳞，还有龙血菩提。边角料可以磨成鳞片，缝进护甲里。你把它宰了？没宰，活得好好的。这鳞片有点硬，给大师兄你磨把新菜刀应该够了。这逆鳞磨出来的刀能切金丹期骨头。四师兄，你最近算账用脑过度。不，这些装备加上咱们各自的看家本事，说起来咱们各自的本事放擂台上到底算什么水平？我的傀儡只是用来盖房子的，我只会切菜，我只会缝衣服。我觉得师兄师姐们挺厉害的呀。大师兄刀法快了，我眼都跟不上。要是换楚小脑袋搁那，他指定反应不过来。二师姐这针线，要是拿来缝骗人的嘴，想必也顺手得很。三师兄弄的自动喂猪机，上回差点把大黄捆住，硬往嘴里提屎，那股劲儿，寻常连剃头的都挣不脱。我就是种地嘞，搁俺老家种地，先薅草、爬碎土、除虫子，那些个亲传弟子，在我眼里跟地里祸害庄稼的害虫没啥两样。他们端咱吃食，还把咱引进，说白了就是觉着咱杂役风的人只配洗衣做饭，不配登擂台。既然没活路，干脆去把擂台掀了。妈，干了！老子受够了看人脸色的日子。想去就去，打输了别回来哭。要是打赢了，师傅给你们把那5万灵石翻倍。真的？滚去修炼，别在这吵我睡觉。把咱们所有的家当都理出来，能卖的卖，能当的当。我要去盘口下注。大比有啥兵器限制没？我扛着锄头上去中不中？规则只说禁毒禁暗器，倒是没说禁止农具。不过你确定要拿这个？中，正好顺带把擂台那地儿松松土。这家伙是用着顺手的很。让让都让让，小师妹，报名费我来交，你负责按手印就行。姓名，所属风头，修为境界。香诺，杂役风嘞，修为力气比较大。杂役风，走错地儿了吧？招勤杂工的在后山，这里是宗门大比报名处。赵执事，通融一下，宗规也没说杂役弟子不能参赛啊。那是以前，今年沈副堂主刚下的新规矩，凡杂役弟子参赛，必须持有封主亲笔签发的生死令。生死令？
那是核心真传弟子才需要的担保文书，我们只是报个名。规矩就是规矩，没有就滚一边去！我看你们杂役风还是趁早解散算了，免得……折戟令，那是当年神师傅这灸壶质量真不错，还能变形嘞。这算封住令不？能报不能？能报，马上报。多谢师兄，走了，四师兄。沈卓越，你果然还没死心。既然杂役风这么想出风头，给那丫头挑个最硬的对手，我要她第一轮就被抬下来。杂役风江诺夺冠赔率1赔1万，杂役风还真敢来下注，这脸皮比城墙拐角还厚。1000上品灵石买我自己夺冠，另外再卖500上品灵石赌这丫头守灵有。上了擂台，我看谁还能护着你。我的灵兽最近饿得很。你手里恁多钱，咋不直接给我来？我能配合的装书，分我1把都中。你做梦！四师兄，我们走吧，这地方太吵了。不走。地契加上这些10万下品灵石，全部压杂役风江诺夺冠，真是穷疯了！拿全部身家搏一个1/1000的概率，买定离手，杂役风压住江诺夺冠10万下品灵石。师兄，要是输了嘞，咱往后住哪儿啊？要是输了，师兄就带着锄头去把御兽门的地基铲了，大不了咱们以后住山洞。行，那我挑个像样的山洞。雷铁臂，那个号称人形工程锤的金刚体修，筑基后期大圆满，一身横裂筋骨，下品灵气都砍不破他的皮，体修打凡人，这根本就是虐杀。雷铁臂，名字听起来挺沉嘞，希望能扛揍一把。我最近力气好像又变大了。大比正式开始，第一轮淘汰赛第一场，杂役风江诺对战金刚峰雷铁臂。杂役风对金刚峰，这抽签是认真的吗？雷铁臂可是筑基后期大圆满，一身横练功骨，连下品灵气都砍不破，这不叫比武，这叫欺负人。小丫头，走错地方了吧？这里是擂台，不是菜市场。俺心里门儿清，俺本来是来挣银子来，哎，不对，是来参赛来。就凭你，赶紧下去！我不打女人，尤其是种地的。傻梆子，扛俩麻袋不带打光的，这腿踩藕塘里跟踩平底儿一样，泥糊都粘不上你嘞。没事儿，俺这身板铁打嘞，恁咋招呼都中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雷铁臂的金刚不坏身，筑基初期修士不用法宝都难破防。江诺，你死定了！乖乖，还会发亮嘞！油锅打铁的时候也是这光景，就是不知道这层外壳结实不结实。你这外皮当真结实，别轻轻一碰就碎了。找死！太残暴了，让师妹！哼，结束。耶，这虫子壳还挺硬嘞。动不了，不是撞在人身上，是撞在一座神山上。乞丐，别往我跟前凑。那个，我是不是使恁大劲儿了？刚有个虫子撞住我了，我想把它撵出来着。第9场，杂役风江诺上。恁这是没看够？要不我把那个大个子薅出来再拍一回？本座也怀疑此战有猫腻。一个毫无灵力波动的杂役，绝无可能凭肉身击溃炼气圆满的体修。江诺，本座怀疑你使用了违禁丹药，或是藏了高阶魔道法宝。执法队何在？立刻把他带回戒律堂搜身彻查。行了。大比期间，除了裁判，谁准许你戒律堂直接拿人？宗主，此女生得太过蹊跷，若不查明，难以服众。
那一击没有任何灵力波动，纯粹是力气大。怎么，我逍遥宗什么时候规定力气大也是违规了？退下，比赛继续。谁再敢扰乱赛场秩序，直接扔去后山喂妖兽。宗主明显是在拉偏架。既然你要护着他，那就别怪我在规则之内玩死他。各位师兄师弟，大家说的对，这就是假赛。我小师妹就是个种地的，哪有这本事？既然大家都看穿了这是演戏，那下一场肯定演不下去了啊！金刚峰配合演戏是为了钱，下一场对手可是剑修，人家傲高的很，绝对不会配合，这可是发财的机会，趁着赔率还没变，赶紧买江诺下一场输，买他惨败刚才亏的钱成倍赚回来。明明赢了比赛，却利用信任危机反向收割资金池，这杂役峰的账房是个高手，去跟着那大资金，那个叫江诺的，可能真有点东西。报应来了！赵凌风可是号称练气气制空拳的剑修，打架从来不落地，力气大也没用。肥胃冯就是那种跟小麻雀一样飞来飞去的，那可真有点费事，锄头够不着啊！哎，20阶那些点的那仙团说不定能用上。杂役风师妹，我劝你直接认输。我的剑不长眼，若是划花了你的脸就不好了。上头那个飞着嘞，你不下来咋着？我总不能拿石头怼你吧？万一怼坏了还得赔钱。冥顽不灵，流云剑雨落。还会拐弯嘞！看来这一局杂役峰要输了。纯力量型选手最怕的就是放风筝战术，沈直圭倒是给他安排了个好对手。没用的，练气期的蛮力怎么可能突破30米高空风势？这鸟飞得太高，比试弹弓，不能再这么瞎跑了，糟蹋戏。怎么，知道跑不掉了？毛线球，打算给赵师兄吃毛衣求饶吗？喂，上面那个，下来聊聊吧。结束。巧了，给我下来吧你！把飞剑拽下来了，那是2品灵气啊！那根弧线居然没断。剑气，放手！那是我的本命剑。这铁片软乎乎的，还没俺家里菜刀结实。我的剑，这就晕了。20阶这线是真得劲，回头得多掏点，可比探杠准太多了。杂役峰，江诺城。四师兄，可记好这笔铁片损耗，是他先拿剑戳我衣裳再先。赔，必须赔，这叫精神损失费。看见没？什么飞天遁地，只要有线，统统给你拽下来。刚才那一瞬间，锄头击碎巨剑数十，分明有一股极其诡异的法则变动，不是灵力，是一种更霸道、更不讲理的东西。谁呀？进门都不知道敲敲门。江诺，介绍一下你半决赛的对手，幻魔，幻天魔，修真界臭名昭著的散修，擅长精神攻击，看过他眼睛的人轻则疯癫，重则神魂俱灭。小姑娘，你的灵魂味道很特别。咱还变大了，不讲武德。恐惧吧，颤抖吧，这就是你的归宿。嚯，这味儿真地道。排场咋恁大？谁家过年杀猪来？你瞅那肘子多肥，还有那个是不是血肠？没管好都漏汤了，实在可惜了慌。全都是好物件，搁俺村里也就过年上供才舍得杀恁些。大个子，这些肉卖不卖啊？我的精神幻境是直击人心底最恐惧的画面。为什么在这个女人的认知里，尸山血海等于过年杀猪？不对，她一定有恐惧源头。给我看！哎，怎么没了？我还没问价呢。你怎么吐血了？是不是刚才那肉不新鲜，吃坏肚子了？他不是人，他的精神世界根本没有防御，那里本身就是一个吞噬一切的黑洞。这活我不接了，钱退给你，命要紧。别得意，明天擂台上见。半决赛第1场，杂役峰江诺对战散修幻心魔，请双方选手登台。横竖都是
就是死，大不了跟他拼了。砰！森罗万象开！嚯，这城里的戏法确实有点东西。我就说嘞，全是假的，哄小孩嘞。喂，对面嘞，别跟他冒烟了，呛得慌。给我变！万鬼噬心！起开，起开，别挡路！咋停住了？演完了，就这点本事，下回还是多练练实打实的硬功夫，净整些花架子，连只蚊子都拍不死。那是地狱火海，那是索命恶鬼，你怎么可能不害怕？你到底是不是人啊？那不都是假的？假玩意有啥好怕的？半决赛第2场，胜者杂役风江诺。明日5时总决赛，杂役风江诺对战御兽门楚萧。这张符里封印着老祖的一道元婴期神念威力。下一场决赛，我会让你知道，在绝对的力量和底蕴面前，你那种乡下把式有多可笑。发财了，发财了！换心魔一输，赔率崩盘。咱这把不仅把罚款平了，还能给咱们风铺个金地砖。小师妹，明天打决赛，这顿晚饭必须吃好。我刚去后山抓了只穿山甲，正好补补力量。这料子不抗造，我刚缝了3000根索隆丝进去。要是擂台塌了怎么办？我是不是该连夜做个备用擂台？俺说一个比赛而已，那磨来磨去干啥？那楚萧菜得很，俺一翅膀都能扇飞他。你懂什么？这一战主人必须赢。为啥？杂役风的债还没还完，师兄们的账都指着这场奖金。地契刚赎回来，要是输了，四师兄又得去毒坊门口上吊。还是大黄懂事，不像有些鸡，不光说话结巴，脑子还不灵光。谁脑子不好使？俺这叫大智若愚。中，就你最机灵。明天答应了，给你添顿好事。那说好了，俺要那只七星虫，就上回地里那种。小师妹，别磨了，再磨就秃了。明天楚萧肯定有阴招，打不过咱就认输，反正钱已经赚够了。那不中，快地里生害虫了，明儿好好把地翻一遍，把虫子深埋土里，更好当粪肥。走，大黄，走了，出发。我以为你会吓得不敢来。听说赢了有5万灵石，我为什么不来？兽血沸腾丹，那是御兽门的禁药，楚萧疯了吗？恭请老祖先上！元婴老祖的神念附体，楚萧这是要把整个演武场都毁了吗？御兽门这是作弊，这是请家长代打，裁判你瞎了吗？不是说好单打独斗嘞，咋还能叫嫩叶上阵呀？无知小儿，见本座法身，为何不跪？你是谁啊？我凭啥给你磕头？你给发压岁钱不？牙尖嘴利，既然你不跪，那便碎了吧！死！这地基打的也太次了，跟踩烂泥坑一样。既然站不稳，那就把土翻一翻，踩实了再说。给我开！这不可能！这是什么法器？不！中，
头都把松散了，这会儿踩着可得劲儿多了。喂，还打不打嘞？他看样子弄谈不得了，这总不能算我送回物件吧？明明是他先变出巨大光手来吓我，我这算是那个说法叫啥来着？对，经济避险。本届宗门大比决赛胜者杂役风江诺。我不得了，好黑，好多土，我要发芽了。少主道心崩了，沈之龟，这也算正常切磋。此女手段残忍，毁我少主道心，必须严惩。这时候想起规则了，刚才他吃禁药受血沸腾丹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喊停？请老祖分神附体以大欺小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喊停？这叫正当防卫。要不，咱们把刚才的留影石拿出来公放，让全天下修士看看，到底是谁先玩不起。好一个杂役风，这笔账我们记下了。走。奖金加上赌盘分红，一个子儿都不能少。半个时辰内不到账，我带着全风去戒律堂门口上吊。出头玉门，花空战神。总算没白跑一趟，大荒往后吃屎不臭了。长生草原来是一座活着的神药库，查清杂役风所有水源和肥料渠道。大比一结束，立刻切断供应。既然他这么会种地，我就让他看看那些神药最后到底姓什么。这一锄头正好接在地脉玉经点上，不仅破了阵，还顺带帮地脉通了气。妙啊，真妙！先说清楚啊，擂台塌了那是料子不结实，可不能叫咱赔钱。不让你赔，本座还要重重赏你。这是逍遥令，见令如见宗主。除了禁地，宗门上下你可以横着走。缠通疙瘩也不是租金嘞。宗主大叔，这玩意儿能兑银子不？打8折我都认。有趣，太有趣了！孩子，你拿着，钱也给你。传本座法旨，免除杂役风此前欠戒律堂的所有债务，并赐上品灵石1万，作为特殊人仓引进费。多谢宗主大叔，往后宗门再有这种拆台子，不是开荒的差事，尽管喊我力气足，家务事自带。恭喜江道友夺冠，鄙人陪酒算九州商盟执事。裴胖子，这次大比的盘口是我们杂役风自己做庄，别想来分一杯羹。商盟不缺那点赌资，我们缺的是江道友这样的人才。一锄头挖断地脉的神力，在某些遗迹开发中价值天成。开发遗迹，难不成是去挖矿嘞？可以这么理解，商盟愿出5000上品灵石做定金，只买江道友一个承诺。若日后有无法开启的硬土，还请出手松一松。好说好说，裴执事果然慧眼识珠，以后常联系，只要价钱到位，别说松土，把山给您铲平了都行。那就不打扰各位庆祝了，江道友，我们来日方长。15000上品灵石，扣除报名费、茶水费、折教费、精神损失费，再扣30%公积金、20%风险转备金。四师兄，你再瞎编由头扣我银钱，我直接把你栽后山土里，来年能长出俩你出来。这叫财务规划。咱杂役风穷了这么多年，上一回你说存过东粮，结果把自己存进赌房被人扣下，还是大师兄拿菜刀去说的。那次赌房老板说再晚一步就要把老四切片涮肉，可惜肉太酸，我不做。先说正事，5000还债，杂役风地契赎回来了，剩下5000，一人分1000，剩下的充公修风头，没意见吧？1000，玄铁百味锅有戏了！新文纲，密银，终于能给机关兽换个关节了。明天一早，咱们进城消费。这锅气，这导热性，以后做饭再也不用担心锅底漏了。风力度不错，以后缝嘴更方便了。咋样？稀罕不？掌柜说这叫至尊帝王盆，整整花了500灵石嘞。本尊堂堂吞天侯，用这种俗不可来的金属容器吃饭，拿走，丢人。哪丢人啦？这盆多排场，可花我500灵石呢。500灵石，
给俺铺金箔才花200，俺不如一个盆儿。你本来就比不上一个盆。恁再说一遍，俺现在就把恁这破盆抠秃噜皮。哎呀，我的小祖宗，别闹啦！行，下次给你也打一个。大黄是咱们杂役峰的门面，可不能让别人看低了。本尊的脸都被这盆丢尽了。师傅，喝一杯。别高兴得太早，有了钱，是非就多。丹顶阁那个邱老头看人的眼神从来不正经，你们这次赢了他下注的人，又露了财，他那种人记仇得很。怕什么？咱们有小师妹这把锄头，谁敢来就挖谁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谁敢动我的地，我让他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。这虫不对劲，不甜，好苦。不对，三师兄，你昨天没浇水吗？我昨天浇了整整2个时辰。不可能！我昨晚临睡前还来看过，苗都好好的，怎么可能一夜之间？这是我亲手播种的翼龙天蚕木，打算用来养高阶灵蚕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没有水，一滴都没了。我的灵泉井也干了，做饭起码要3天后才能恢复。小师妹，咱们地里那批真龙果再过10天就能收了啊！上盟的订单我都签了，如果绝收，违约金是这个数。俺的仙丹，俺的金窝。水渠的源头在丹景阁药园上游。这不是自然灾害，这是有人在土里埋了西灵药管。这一天还是来了。小师妹，你去哪儿？去给咱们的地讨口水喝。